再往快点，你看。哇，这里修了这么大，我们那边修路已经告一段落了。大家都说想看一下我们的蓄水池蓄水怎么样呢？其实一开始我们一直都在那个蓄水长流一直留着的，然后现在已经没有留了，因为他们那边的田地里面又干枯了，所以就不让我们用那个水了。就是我们吃的水是用的以前的铜利面，所以我们这边洗澡啊、洗衣服就是用的蓄水池。我们现在饮用水和生活用水是分开的，因为新的蓄水池不能直接饮用，那个有水泥灰的味道，还有那个油漆，所以说目前来说就只能用来洗澡、洗衣服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喝的水就用以前的铜利面的，我们是接了2条管子下去。对。我们现在洗衣服、冲厕所都可以大胆的用水了，不像以前一样，洗衣服的话都是看一下有没有足够的水才能洗衣服。我们喝的水每天用不了多少，主要就是洗澡、洗衣服用的特别多。对，洗衣服洗一次衣服估计就要用那个塑料桶半桶水，所以以前根本就不敢大胆洗，现在想洗就洗。现在去看一下我们蓄水池里面还有多少水，不够了的话我们又把它放过来。对，看一下我们给你一拳有多少水了。现在干枯季节，等春季的时候那个洪水期，那时候就可以完全把这个蓄水池给蓄满了。我们现在看一下里面还有多少储水。你们一直都想看我们蓄水池里面的水，今天就给你们看一下。嘿，李俊早就说把这里做成一个楼梯，然后现在都还没有做，所以只能爬着上来了。来看一下，以前我们蓄水是蓄了有大半坑的水，里面的水还是非常清澈的，一点杂质都没有。我们之前没有蓄满，现在的话用了大概30公分的高度。这些水足够用到我们明年春季了，到时候春季洪水期的时候就可以完全把它蓄满出来，到时候上面都是满出来的水，看着就非常的有成就感。看来我们用这个塑料膜给它盖着，也是可以保持它的干净度。到时候有时间了之后再来把那个蓄水池盖板给它做好，要不然的话如果不做盖板，一直用这个也不行。看一下塑料桶里面还有多少水，那个水是我们的饮用水，平时在老房子那边做饭呀、洗菜，就是用这塑料桶里面的。李俊还有多少？快满了。哇，塑料桶里面也有这么多。看，是不是我们在这上面生活的越来越顺利了？水根本不用担心了，路也不用担心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么久都没有去放过水了，看一下水井里面有多少水。走。李俊，哎，我们蓄水池里面也蓄了这么多水，然后到时候水都用不完，我们上面的水井还要不要去修一下？当然要呀，因为把那个水井弄好了，我们才有干净的水用嘛。到时候我们的水就可以从水井里面放到蓄水池，是吧？对。叔叔他们这块田地也犁出来了，估计春节过后就会来种稻谷，也会从水井里面放水，因为他们这块田地就在水井的下面，放水比较方便，所以我们要赶快把蓄水池给蓄满，这样就不用担心水的问题。水井里面的水还是够用的，因为这个水井它漏，所以说到这个一定的位置它就漏下去了。我来看一下有多少水了。大概有10公分。有这么多水，其实这个水它是灌不住的，因为它到一定的高度，它就直接渗透下去了，还是要把它修复起来，到时候可以蓄满，这样还要好一点。这些水漏掉也是浪费了，我们现在把它接到我们塑料桶里面去。以前每天晚上都要来这里放水，自从我们蓄水池里面蓄水后，就很少来了。大家放水是怎么放的？我们从来都是用嘴吸。看，那些水全部渗透到他们这块田地里面来了，这块田地也没有干什么，然后直接挖了一条排水沟把它排掉。这里还接了一根管子，把水接到其他的田地里面去。好，来了，
因为我们这里的坡度不够，所以每次都需要在这里来放水，它才能放过去，不能自己流过去。进空气了，没办法。这里出水量这么大，都可以挖口井了。可惜不是我们的地，要是我们的地的话，直接在里面修个水井，或者打一个地下井也可以。大家知道这上面这口井为什么只有我们和旁边的户奶奶他们在用吗？因为下面养牛养猪的那2户人家，他们用的是下面这口井，下面这个井够他们2个家人用。可能大家就有疑问，为什么我们不用这里的水？因为这里和我们房子是平行的，所以说水放不过去。对，它的坡度不够，要有一定的坡度，它才会有一定的压力。这里就是一个纯天然的小水塘，如果把它修复出来的话，应该也可以把它蓄起来，因为里面出水量还是挺大的，看到没有？因为他们2户的房子住的比较低，所以这里的高度完全足够压到他们房子那里去了，所以就不需要在上面去了，因为上面的话也没有那么多水。小姐，哎，快来看，那里也有水吗？他们在这里修水井，是下面种地的人家修的，他们用来管那个田。这里居然修了一个水井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小猫快点，你看，哇，这里修了这么大！我们之前端午节的时候来这里抽粽叶的时候都还没有修，现在居然这么大的改变。我们看一下里面的出水量怎么样？其实沟里面的水很大，就是以前上面修路把这里给引没了。对，被拦截了。这里也根本没有出水啊，那它的水往哪里来呢？在这里修水井。我看一下。哦，这里才是真正出水的地方。但水也不大。对，这个水也不大。其实我们山上出水的地方也挺多的，只是我们也没有找到，而且要在我们房子上面形成一定的坡度，才能这个水源才能拉到我们那里去。但是我们现在修蓄水池了，也没有关系。它这个里面是用水泥砂浆把它填补的，然后这里挖了一个沟，应该到时候这里的水满出来了之后就满到这里面来，然后就在里面拉管子拉到他们田地里面去灌田种稻谷。这么大的一个工程，不知道他一个人挖了多久。我们山里面的水还是够用的，只是最近几年天干。然后把那些水源给阻断了，而且上面修的那条马路，原本听那些老人说这里的河沟，它以前的水量是特别大的，被那个修路就把那个水源给阻断了，所以那个水就下不来，只是到处渗透，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小的水井，到处渗透的那些去了。它不聚集在同一个地方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这里没有水用。即使水井里面没有水了，我们蓄水池里面也还有水。我们之前修那个蓄水池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